倪妮自认头大的困扰，杨紫与赵丽颖合照，被指头太大。在娱乐圈中，很多女明星的身材很好，但头却看起来很大，以至于与其他头小的女明星站在一起时，总是会显得有些吃亏。倪妮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风情万种的气质美人，就算是在高难度的时尚单品，到了她哪里都能被穿出高级又时髦的味道，一出场就是气场全开，看起来令人十分惊艳。但以上场景只限她一人之时，一旦和其他女明星同框，她的优势就会被拉低了。她与 Angelababy 在宣传新娘大作战时，随便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出倪妮的头要大上1圈，在晚会与杨颖杨幂合照时，更是明显比俩人都大上半个号。倪妮自己也曾在微博自嘲过自己头大这件事，看来这真是硬伤了。只要不和别的女星站在一起比较，倪妮的颜值和身材还是非常能打的。杨紫与倪妮一样有头大困扰的还有杨紫，杨紫骨架本身就比较大，所以视觉上跟其他明星站在一起会显得身材比较宽，不过这都还能理解。但杨紫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头大吃的亏，脸本来就属于娃娃脸那一挂了，再怎么瘦，脸上都会显得有点肉肉的，而再加上头大就把脸部特征再次放大了，显得整个脸很圆润。再看杨紫这张合影，她的大骨架、身材和大头站在跟她是一个脸型，但头却明显比她小的赵丽颖面前，就完全是被秒杀了，自身的缺点都被放大了不少。赵丽颖尽管与杨紫合影，让赵丽颖看起来确实比较娇小，但其实她也经常被网友称为大头娃娃。但实际的情况是，赵丽颖的头围其实是属于偏小类型的，和友人合影时，她的头也没有显得突出。而为什么她总会给人一种视觉感呢？其实还是因为自身的比例有些失衡，因为她肩膀太窄，所以显得本身是鹅蛋脸型的她，就给人一种头大的视觉冲击。再加上她一些一字肩的装扮，更是放大这方面的逆势。这张赵丽颖不穿一字领的照片，就会稍稍将她的窄肩缺点弱化很多，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加协调。吴谨言，而身材比例失衡导致头大的还不止赵丽颖，吴谨言也是其中一位。本身她的头其实不大，但奈何她的身材实在是过于纤细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纸片人了。她在演《延禧攻略》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么瘦，这几年是越发的瘦到脱香了。从这张路拍图就可以看出，吴谨言瘦的都快挂不住衣服了，胸前的肋骨都能清晰看到。穿这种大 V 领毛衣，更是显得头大身小，极其的不协调，整个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一样。鲁豫，不过要和吴谨言相比，鲁豫绝对是标杆版的存在。早些时候，鲁豫就因为瘦的脱香而被很多人说像超大棒棒糖，身材可以用瘦骨嶙峋来形容，而这也就将头部放大了。鲁豫最瘦的时候，臂膀和肩胛的骨头都可以清晰可见，而这也导致她连最小的礼服都难以驾驭，穿抹胸款礼服更是显得头重脚轻，极其的不协调，让人不得不怀疑她下一秒会因为身体拖不住头而倾倒。虽然在鲁豫有约节目中，鲁豫经常穿带袖子的衣服，但依然撑不住衣服，而且头也非常的大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大头是天生的短处，没办法，而还有些真的就是自己做的，所以人还不能追求过分的瘦，到达合适的程度就适可而止，刚刚好才能让人看着舒服。